走进森林，感受原始部落的神秘与力量；走进古镇街头，见证悠悠历史的沉淀与传承；漫步在小巷中，感受时光的宁静与温柔。这里，少数民族的文化如流水般滋养着这片土地。火山地质公园的奇特景观诉说着大自然的壮丽，还有那独一无二的山泉，水清澈如镜，仿佛是大地的深情馈赠。在这里，每一步都是自然历史的深情对话，每一处都是时光留在这里的印记。这一期，让我们跟着探长李叔，去感受和顺古镇的永久韵味，去聆听山川的低语，去探索那份未被时光染指的原始文化。大家好，今天带你们去看云南的和顺古镇。这个地方真是大隐隐于市啊！别看它现在冷冷清清啊，当然天气也是非常冷啊。但是在古时候呢，这个是茶马古道的中间枢纽，距离缅甸只有70公里，简直就是跨境物流中心。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叫做双虹桥，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所有的商人在这里汇合，然后这里就变成给商人提供的一个歇脚点。云儿的普洱茶从这里销售到了缅甸，然后从缅甸一路飘香到了印度，甚至到了东南亚。而缅甸的玉石和翡翠也是通过云南滇缅公路带到了中原。而且来到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这里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重地，华北、华中、华南这些地方都大多数被日本所侵占。当时的滇缅公路从南洋运送的各个物资都是要经过这个地方的，通过南洋的这些华侨，将所有的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们抗日的大前方。所以想想看，一个地方呢，既作为一个战略的输出线，然后呢又有大量的玉石、翡翠、香料，这样的一个地方呢，马帮行驶了数百里，到达了和顺古镇。想想看，歇歇脚，听听八卦，然后品品茶，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逸自在的小镇。所以我们如今走到这一个地方呢，踏着这个青石板，感受着这个古镇的宁静。和顺古镇有几十座祠堂，见证了那些远走他乡的腾冲人又如何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里不仅供奉祖先，也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是腾冲人走南闯北拼搏一生的印记。和顺古镇不只是一个安静的边陲小镇，而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书，等你来翻开。我感觉到这个古镇呢，对于这些当地的小朋友啊，这些学生啊，有一个最便利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图书馆。这个小镇，我家吃的菜98%都是自己种的。我们一般吃菜，我还是自己种，我不想去买。哦，年轻人又是年轻的生活了。在这个冬日严寒的这个地方啊，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在和顺这个地方呢，有一句俗语叫做“穷走一方，急走场”。这句话的意思，一方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缅甸、越南这些地方。像急走场呢，场是指石场、宝石场，还有铜矿这些地方。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很久之前呢，在明清时期呢，就已经有很多人他们就走一方。因为走一方意味着就是发财致富，但同时呢，也是面对着漂流他乡无助的这种生活。据20世纪初左右，在和顺常住人口只有5000人，但是走一方的人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000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从事小伙计的生意，由于勤俭好学，逐渐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更多的他们回村建设，然后在这里建起了自己的祠堂、翡翠店，这些都是老字号。还有一些当铺、银行，所以呢，这些人之所以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自己的生意。那同时呢，也有很多在海外的游子呢，客死他乡。那无论如何呢，他们都是牢牢记住老一辈的一句话，叫做“人生分作几戳过，三起三落不到头”。我觉得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应该就属和顺图书馆了。每一个青石板都诉说着一段历史，而图书馆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国家情怀。旁边就是加工的机器。腾冲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四面环山，火山温泉遍布，
但你知道吗？就在这片火山群的怀抱中，藏着一个生机勃勃的绿洲——腾冲湿地公园。这里水源充足，湖泊密布，是腾冲最大的天然湿地，被称为腾冲的绿肺。这里更是候鸟的天堂，每年成千上万只候鸟来此过冬。我们从这个远方看到的话，好像前面就是一大片的这种草原，但其实呢，这些草原并未扎根入土，它其实是一个移动的水上平台。所以这也是由于火山喷发所导致的一个自然景象，数十万年的自然发展、自然生长。这些当地人称为草甸，由各种草本植物经过飞鸟携带，然后呢，在这边经过数十年，形成了移动型大草原。当地人会用这个竹子，然后在这个几米的这个区域，然后把它扎起来，然后人就可以踩上去，可以扶起来。所以草甸既可载人，也可载物。它的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草坪浮在这个湿地上，这个能承受的重量实在是很强的。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个长度啊，哇，确实是蛮稳固的。可以看到，实在是太费劲了。早上这水特别凉啊，扎到这个泥土里面再拔出来是非常难的。现在一下就热起来了。古法照鱼是什么样子？我看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因为现在的气温是很低的。就是比如这里有一个要照出来，用手把它抓出来。不是说哦要一看呢，二抓三照是吧？对，但是这边看不到，因为有草，它会躲起来。应该能抓到，快点网过去！哎呦，抓到！那这个鱼我能带走啊？能带走一条。哦，我可以带走啊？可以带走一条的。哇，好累呀！哇，出来吧！这样，好，放你回去吧，拜拜，回去吧。满满的腥味啊！你知道中国有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叫胡焕庸线吗？这条线从云南腾冲一直画到黑龙江黑河，把中国一分为二。线的西侧占国土面积的57%，但人口却不到6%。这条线见证了中国的地理差异。你们知道腾冲有一条神奇的分界线吗？这条分界线不是用来区分辣子鸡和汽锅鸡的，而这条线其实呢就叫做爱辉线，而这条线是区分中国人口密度的一条线，胡焕庸线。是不是听着名字非常的学术啊？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条线的左边地广人稀，而右边呢是人多地窄啊。而今天我就在这条线的起始点腾冲去看看这条起始点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就是说胡焕庸这一个人呢，他在划分这条线的时候，从黑龙江黑河往西南方向一直贯穿到腾冲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当初发现啊，我们国家就像开了挂一样，90%的人都生活在这条线的右半部分，而左半部分呢，真的是地广人稀啊，非常少的人。所以这就是今天这条线。所以呢，现在问题来了，我应该是往东还是往西？往西走呢，是人烟稀少的度假村，而往东走呢，是人口密集的内卷区。所以呢，别看这里现在是青山绿水啊，但是风光无限。当年并不是那么简单。这里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咽喉。我们知道北方有北方的丝绸之路，起始于西安，但这里呢，必须得经过腾冲，然后呢，也是这些马帮驼队、马帮必经之路。当初的丝绸和茶叶，缅甸、东南亚所进口的玉石和翡翠，都是要经过这里的。在中国的抗战史上，腾冲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是一片燃烧着血性与荣耀的战场。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这里与日军展开了震撼世界的腾冲战役。在滇西，枪炮轰鸣，硝烟弥漫，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夺回了这片国土。滇西大地从未忘记那场生死之战。今天我们站在这里，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你们是学校组织的吗？蛮不错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了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这边献花，完全是先辈用他们的生命鲜血，换来的现在的如今天下太平。
在沦陷2年04个月又04天之后，经历了残酷战争洗礼，埋没疮痍的痕冲终于光复了。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悼念先烈，不忘国耻，以史为鉴，振兴中华。接下来，请我们的全体学生向为争取祖国独立自由的民族英雄3鞠躬，1鞠躬，再鞠躬，3鞠躬。有看到很多人来到这边流泪，所以，然后当初松山战役、腾冲战役打得如此的激烈，在海外的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十分的让人敬佩。然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地方，都带着沉重的这个心情，这都是非常不朽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建立了这一个墓园，去永远的缅怀他们。我的云南之旅即将结束，这一路我看到了湖泊的宁静，感受了火山的壮阔，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惊叹。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陌生人之间的互助，让旅途充满了温情与故事。我体验了少数民族的扎染工艺，亲手染出了一块独一无二的蓝白布，仿佛将这片土地的韵味带走一角。我敬仰了抗战英雄们，站在滇西抗战纪念馆前，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敬，铭记他们的牺牲，珍惜今日的和平。云南的故事还没讲完，但我的旅程仍在继续。下一期我将飞入西安，那里是13朝古都，埋藏着1000年的历史传奇。我们将走进秦汉唐的世界，探访兵马俑，登上古城墙，品尝最地道的西安美食。历史的长河在流淌，旅途的脚步不停歇，我们西安见。